大家好，我是大王的小张。今儿我们有点不一样，要走心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想聊一下关于成长，可能这个比较深刻的一个话题。第一个问题啊，因为现在其实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吧，包括比如说考试啊或者比赛啊等等这些。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，可能面临的压力都是来自哪些方面呢？张总。其实一是来自于我自己的，我知道20来岁其实是一个特别迷茫的时间段，你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前方的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应该怎么走，可能会对未来有很多想象和憧憬，不知道现在这么做是不是对的。其他的应该是来自家庭吧，我很早就想独立了。就像其实我成年的时候，我就想可以自力更生，然后可以自立，然后给父母多减少点负担。我接下来的一个期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吧，这应该就是我一些压力的来源。压力可能会给你一种无所适从感，但是它也是在同时在鼓励你去向前。那你们如果比如说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在压力面前有流过泪吗？就哭过吗？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哭的人，有时候我都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压力给我的，可能只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发泄，它只是一个出口，对于我来说，所以偶尔哭一哭还挺好的，无论是为了压力还是为了别的。哭过吧，哭过吧，没事，哭一哭。那你们是会因为那种压力很大过呢，还是说会因为比如说生活中某一些特别小的细节，哭于无形的那种？崩溃于无形之中。我是一个其实比较喜欢在心里面想事的人，诸多的情绪会堆积在心里，可能就只是发生了一件小事儿，它是一个像爆发点一样。对，有时候可能其实并不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儿，可能只是突然我们家热水器坏了，怎么调也调不好，在一个大冬天，北风呼啸，我就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可怜。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家热水器坏了，那天你知道吗？还停电了，突然停电，我就说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然后我就哭了。其实也不是件什么大事儿，它可能只是一个情绪的累积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其实这就是我自己戳到我自己了，就是我妈对我特别严格嘛。然后前2天她问我干嘛呢，我就给她发了一个小视频，很短。然后他就说你再给妈妈拍长点，我就想起来了，小时候我妈考验我在不在家，然后我说在家，她说那行，那你现在去电视机后面的哪给我拍一个什么过来，证明你在家。我以为她又要让我证明我在学院或者怎么样，她不放心我。后来我说怎么了，然后她说妈妈只是想看看你现在学习生活的地方，就想了解你，就想让我拍的长一点。我突然觉得就懵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那么想？其实我妈真的只想知道我现在生活而已，她真的是不放心我。因为你们现在就是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因嘛，跟父母可能接触会比较少一点。那平时自己所有的生活这些会跟朋友去交流吗？现在的跟朋友去倾诉的会多一点吗？其实我这个人平时不是特别和朋友聊天的，可能只是隔一大段时间，然后大家可能有心灵感应之类的，就是彼此突然那天就会突然很想对方，然后就找对方问问近况，然后聊一下最近怎么样。其实我的朋友是很少的，但是总是在心中给彼此留一个位置，然后大家每次再去聊天啊，然后或者再见面，虽然隔了很久，但是感觉就对方的生活还是在自己生活里面，然后还是可以衔接得很好那种。对，我觉得张总有个优点，就是因为张总他自己的原因，他可能有的时候倾听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。我观察过张总，就是一个大多数的社交的一个空间，大部分是一个倾听者的一个角色出现。那你是更倾向于自己住独居呢，还是说跟朋友来住一起那种热闹一点？我是独居，对，因为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独居的状态。人一直都是在活在社交的情况之下，然后有时候可能自己回家就是想安安静静的看会儿电影，听会儿歌，发会儿呆，洗会儿澡，然后做点自己10分钟头的事情。有时候可能多一个人，就是大家就叽叽喳喳呀，然后或者会
打乱自己的一些节奏，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，对，他们需要自己冷静，然后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。对，对。但是其实独居挺锻炼人的。对，发现独居以后，我自己也成长了蛮多的。我就开始发现，哇，父母的不容易。之前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他们在照顾我。我几乎没有怎么太做过家务，也没有怎么做过饭，然后交水电费啊那一系列。当你发现你自己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它真的不容易，毕竟你还要工作，然后生活当中还有别的事情，对，它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压力。毕业的时候或者毕业之后，你们就有想过自己接下来的发展啊什么的，你会有迷茫的时候吗？包括你们对于自己未来有没有之前有做什么规划啊什么之类的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其实我这个人不能说是无欲无求，但是我唯一一直都在追求的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音乐了吧。我可能有一点这方面的天赋，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，就是你当去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是对它至少是有一点点天赋的。其实我之前是做了别的行业，我和王青一样，我之前也是学服装设计的，但是我学得不好。就真正对于服装设计感兴趣的人身上看到，就是我可能真的是对这个你喜欢，但是一定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热爱，对，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热爱。对于他们像布料的那种，就是质感，他们那种执着，对我没有。但是我发现我对音乐有，所以其实我最后还是走到了这条道路上。我觉得，对人可能是会兜兜转转，然后最后还是会走到自己喜欢。对，那你们比如说遇到困难或者遇到一个选择的时候，是那种属于积极乐观型的，还是那种郁郁寡欢型的？但是你不能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。对，所以没有必要关系，因为有时候你郁郁寡欢一点用都没有，你还不如去找一个解决它的方法。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自己的梦想和现实比较难以选择的时候吗？难以抉择的时候？有，我也有遇到过选择，就是两种选择可能会带领我走到两条路上吧，就是关于就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问题。我之前也有一个不错的机会，就是真的去唱歌，就是可能也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，还不错的结果。但是我可能当时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，还是去选择就是来到这里，对，来到这里，然后去创作，然后自己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只有就是把你自己的想法捋顺，你走的路才会特别的顺。你可能去选择了一个当下收益很好或者怎么样的，你可能只是看到了一时的它带给你的一个东西，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长远的规划吧，是这样。来，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其实很多的你们想要去做的或者想要去实现的，都是因为有目标。一旦有目标的话，其实你就会很努力的去做。那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，你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就是想做好眼前的事儿。这样的，就是想好好表现，对，好好表现，好好比赛，公司争光，对，还有哥哥姐姐们在这儿听我们胡说八道，那么耐心的听，好的，辛苦，听我们瞎扯到这儿，结束。